什么？宁安如梦最好磕的居然是前夫哥？别看咱宁宁 CP 多，但是论起好磕来，那手绢颠公绝对是吊打其他3位的存在。毕竟潜意识的他，居然为了江雪宁弑兄夺位，只为了满足他当皇后的愿望。虽然前夫哥小说的前半段就是个隐形人般的存在，但他爱宁宁的证据都藏在细微处啊。第一世的江雪宁一心只想当皇后，所以即使不咋喜欢沈介，依然会放弃青梅竹马的嫣琳，处心积虑的成为他的妻。表面上沈介喜欢的是那个递给他手绢的小姐，但你要是这么想，那可就被前夫哥骗惨了。虽然俩人的缘分始于江雪宁故意扔下帕子，看似是抢了姐姐的姻缘，不过沈介早在江雪慧递给他帕子的时候，就已经看清楚了他的面孔，所以他早就知道江雪宁是冒名顶替的，但他却选择将错就错，娶宁宁做正妃，甚至为此还顶撞了太后和先帝。本来沈介和沈郎也算得上是兄友弟恭，但在前夫哥知道自己的哥哥居然觊觎自己老婆的时候，立马就找了谢薇商量如何除掉沈郎，这可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个温吞的小绵羊。弑兄夺位后，太后想要自己本家的侄女薛淑当皇后，但沈介力排众议，联合众大臣将宁宁捧上了皇后之位。对江雪宁，沈介可以说是宠爱至极，让她在后宫一手遮天。每次宁儿过生日，宫中总会大摆宴席，还经常带她出门狩猎。更是在江雪宁心情不好时，就任由她给御花园的花们剪个秃头，甚至因为江雪宁喜欢，还要给所有的叶子涂个绿色新皮肤。宁儿因为自己的骄纵，引得前朝后宫怨言不断，但无论别人怎么说，沈介都没有说过宁宁一句不好。这种偏爱一直到了前夫哥发现江雪宁爱的根本不是自己，而是皇后之位。深感被欺骗的沈介从此便再不踏入宁安宫，但到了这种地步，前夫哥依然保留宁儿的皇后之位，甚至大臣们上书废后，他转头背地里就给人贬了。更是在谢薇带兵打入皇宫后，在中毒的弥留之际，将诏书与玉玺留给江雪宁，只为了保住她的命。前夫哥，你别太爱了呀。第二世的江雪宁无心后位，所以将手帕真正的主人送到了沈介面前，但娶了江雪慧后，前夫哥却没有爱上她，反而是与自己的正妃方妙先婚后爱。所以手帕哥爱的从来都不是手帕呀。宁安如梦第一冤大头，居然是江雪宁的倒霉儿子。重来一世，谢薇绝对是最大的赢家，不仅娇妻在怀，还有了一对龙凤胎儿女。但即便俩人都老夫老妻了，谢薇还会对宁宁的白月光章遮吃肥醋。但是谢大人，你吃醋的方法就是踹儿子吗？某天谢薇带着自己的好大儿入宫，陆玉带着绿梅的白月光哥，俩人出于礼貌互相打了个招呼。本来以为这场情敌见面就这样结束了，但谢天却开始当着自家老爹的面吹起了张遮的彩虹屁。那谢薇听了能高兴？本来女儿是自己的小棉袄，这倒霉儿子就是个天头，如今还敢夸情敌，所以没走两步就顺脚给谢天踹到了雪堆里，给孩子都踹懵了，扑腾着问是谁踹他。面对好大儿的质问，谢薇却一脸平静地说，谢天年纪小走不稳，自己摔的。很明显谢天是没有继承谢薇的老谋深算，不仅信了谢薇的鬼话，更是一点都没看出自己的爹地的不开心，巴巴的爬起来后还敢跟谢薇说自己要张大人做开蒙老师。听到如此大逆不道之言，谢薇也是不惯着，再来一脚让儿子感受大地的温度。被连踹2次的谢天这才发现，老爹吃醋了。毕竟第一脚还能用意外狡猾解释，第二脚那绝对是对自己的警告了。所以这次也是学聪明了，闭口不谈刚刚还心心念念的张大人，只专注于吹自己老爹的彩虹屁。谢薇心中的那股子气也算是平了，还能假模假样的说自己家从来不强迫人，想请谁请谁，不用勉强。谢天说，谢谢你这个老登，经过雪地拷打的我已经不会再掉入这个陷阱了。不过也不怪谢薇生气，毕竟谢大人好不容易娶了个老婆，不得防着点有利情敌吗？第一世的江雪宁为了巩固自己的后位，笼络了许多周银之之流的佞臣，但张遮却是其中的异类。在其他人都在骂江雪宁红颜祸水时，
也只有张遮为他辩解。在张大人眼中，别人骂自己可以，但不能辱骂自己的娘娘。江雪宁哪怕声名狼藉，都依旧是他眼中的神女，所以也不怪重来一世的江雪宁对张遮有那么深的执念了。毕竟这样的张遮谁能不爱呢？只能说谢天你这两脚挨得不冤。为啥会有2个薛定妃？难道谢薇的真实身份居然不是薛世子？关于谢薇的真实身世，其实很多人都能猜到，她就是当年被平南王杀害的定国公世子薛定妃。但为啥后面又冒出了一个薛世子呢？难道谢薇其实根本不是定妃世子？她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诓骗燕家的信任？这一切还得从当年的300亿铜案说起。20年前，平南王发兵北上包围皇宫，但先皇因不在宫中而躲过一劫，但太后与沈郎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为了抓到太子，平南王搜罗了300男童。此时的皇室又想维护民心，又不想交出真正的太子，所以便以薛夫人的性命相挟，逼着年仅7岁的薛定妃出去顶包。所有人都以为她死了，但因着天教教主，她活了下来。而天教如此行径，为的就是让她有朝一日可以重回京城，同天教平南王里应外合。但定妃世子因着对沈氏与薛氏的仇恨，所以舍弃父姓，化名谢薇。为此，平南王还找了一个小乞丐来顶替薛世子的身份，这个就是假薛定妃。假薛定妃表面上是一个玩世不恭、不学无术的花花太岁，但实际上却十分懂得审时度势。而谢薇则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替身，在京城搅弄风云，还给薛氏心中种下了一根刺。假薛定妃被送到京城后，就与薛氏认了亲，作为定国公与发妻的儿子，在身份上他便比季氏生的薛烨高出一截。而薛烨本以为世子之位早晚都是自己的，却不想着死了多年之人竟又活了，所以气得直跳脚。而薛定妃靠着自己的世子身份，在薛府各种挑事，不仅狠狠地扇了薛烨一耳光，更是面对薛叔的示好更是视而不见，转头嘲讽起了2人的身世，将善于伪装的薛大姑娘都气到血压飙升。靠着各种骚操作，让整个薛家每天都鸡飞狗跳。定国公那叫一个有苦没处说，想告状，但沈郎也不是傻子。薛定妃毕竟是救命恩人，为了名声也不能责罚，所以定国公也无可奈何。靠着薛定妃的操作，薛家本就不好的名声更臭了。而谢薇趁着这段时间在京城中同多种势力周旋，表面上继续做皇帝的忠臣，暗地里又继续与天教周旋。最终谢薇与燕林借着秦王之名杀回京城，逼着沈郎在自己与母亲之间2选1。而大孝子也是不负所望的杀了太后，但自己也没有逃过同薛家一样覆灭的命运。